开车8个小时，一路颠簸，终于在除夕前赶到婆家。孩子困得直打瞌睡，我满心期待着能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大姑子一家住主卧，小叔子住次卧，你们娘俩就在客厅打地铺吧，反正年轻人身体好。老公在旁边低着头不吭声，我看着冰冷的地板砖笑了。行啊，没问题。凌晨3点，我抱着孩子离开了那个家。当婆婆第2天早上发现空荡荡的地铺时，我正带着孩子在全县最好的5星级酒店吃着丰盛的自助早餐。车内浑浊的空气几乎凝固，暖风开到最大，依旧抵挡不住从车窗缝隙里钻进来的寒意。8个小时，我的腰背已经僵直成一块木板，每一次转动方向盘都牵扯着酸痛的神经。后座的儿子小宝哼唧了一声，小脸蜡黄。刚刚他在服务区吐了第2次，现在蔫蔫地靠在儿童座椅上，了无生气。导航显示还有最后5公里，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喉咙里的心甜，努力扯出一个笑脸，透过后视镜看他。宝宝马上就到奶奶家了，有好多好吃的，还有大伯家的哥哥姐姐陪你玩。小宝没什么反应，只是把头埋得更深了。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揪住，又酸又胀。为了这个所谓的团圆，我一个人从我们生活的城市，载着3岁的儿子，穿越大半个省。丈夫周寿仁因为单位要保障春节期间工作，提前2天就坐高铁回来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在高速上奔波。终于熟悉的村口出现在视野里，傍晚的村庄笼罩在灰蒙蒙的暮色中，家家户户的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和饭菜的香气。我的心也跟着升起一点微弱的期待，或许一顿热饭，一个热水澡，就能冲散这所有的疲惫。车停在婆家门口一栋2层小楼，周寿仁快步迎出来，拉开车门，却没有先抱孩子，而是急着往下搬后备箱里的年货。老婆辛苦了，路上堵不堵？他的话语轻飘飘的，像一片羽毛落不到实处。我没力气回答，解开安全带，去抱已经睡着的小宝。孩子沉甸甸的，压得我一个趔趄。周寿仁这才反应过来，搭了把手，嘴里还念叨着：哎呀，今年给你爸妈买的酒可不便宜。我抱着孩子，他拎着一个最轻的零食袋子，跟在我身后进了家门。温暖的空气夹杂着饭菜香扑面而来，我却打了个寒战。客厅的沙发上，大姑子周玉茹翘着2郎腿，一边嗑瓜子一边刷着短视频，笑得花枝乱颤。看到我进门，她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她的2个孩子在地上追逐打闹，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嫂子回来了。次卧的门开了一条缝，小叔子周彦哲的声音传出来，伴随着一阵激烈的游戏音效，然后门又关上了。从头到尾，他的人影都没出现。我抱着小宝，拖着2条灌了铅的腿，站在客厅中央，像一个闯入别人家的外人。大包小包的年货堆在脚边，显得尤为讽刺。婆婆王桂花系着围裙从厨房里冲出来，脸上带着被油烟熏出的红光。怎么这么晚才到？菜都快凉了。他的第一句话是责备，然后他的目光越过我疲惫的脸，落在我怀里的小宝身上，瞬间笑成了一朵菊花。哎呦，我的大孙子可算回来了，快让奶奶看看。他伸手就要抱孩子，完全无视我摇摇欲坠的身体和苍白的脸色。我侧身躲了一下，声音沙哑：妈，小宝睡着了，我想先安顿他，我们住哪个房间？这句话让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周玉茹的手机视频声停了，她饶有兴致地看了过来，婆婆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堆起那种我熟悉的笑眯眯的表情。哎，你看这是闹的。她拍了下大腿，你大姐一家4口住了主卧，你弟弟彦哲呢？明年要找工作，得休息好，就住了次卧。我静静地听着，心脏一点点下沉。那你们娘俩就在客厅打地铺吧，反正年轻人身体好，将就1晚上就行了。客厅打地铺这几个字像一把冰锥，狠狠扎进我的耳朵。我难以置信地看向周寿仁，我的丈夫。他正低着头，眼神躲闪，不敢看我，含糊地嘟囔：就1晚上，客厅有空调，凑合一下。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一个成年巨婴永远躲在母亲的背后，我再也感觉不到疲惫了。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大姑子周玉茹在旁边放下瓜子，阴阳怪气地开了口：哎呀，嫂子家大城市的不会介意吧？我这带着2孩子，小的那个晚上还要闹，总得要个房间。弟弟呢，正是关键时期，需要绝对安静。他的话语里充满了施舍般的优越感。我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得肺腑生疼。我看着光可见人的地板砖，客厅的窗户关不严，正有嗖嗖的冷风往里灌。所谓的空调只是一台老旧的壁挂机，上面积满了灰尘，根本没开。小宝体质本就偏弱，刚在路上吐过，在这样的环境里睡一晚，不生病才怪。你看你大姐带2孩子多不容易，你就一个娃，好照顾。彦哲是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前途要紧。沈之威你在外企上班，见多识广，应该能理解我们。理解，我理解你们把我的儿子当草，把他的儿女当宝。
我理解你们把我当成一个可以随意打发的、不需要尊重、没有感觉的工具人。怒火在我胸中翻腾，几乎要将我的理智焚烧殆尽。但最终，我看着他们一张张理所当然的脸，那股滔天的怒火却诡异地平息了。我笑了，不是冷笑，也不是苦笑，就是那么淡淡的，甚至带着一点温和的笑了。行啊，没问题。我的声音很轻，却让周寿人猛地抬起了头，眼神里全是惊慌。他太了解我了，我越是这样平静的笑，就代表我心里越是翻江倒海，越是做了某种不可挽回的决定。那就好，那就好，我就知道知薇最通情达理了。婆婆如释重负，立刻转身回了厨房，仿佛解决了一件天大的麻烦。我没有再看任何人，抱着儿子走到客厅的角落，开始从柜子里翻找被褥。大姑子周玉茹心满意足地领着她的2个孩子回了主卧。关门前，她探出头，特意嘱咐了一句：“嫂子晚上睡觉轻点，别吵着我们家孩子。”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隔绝了内外2个世界。我将被子铺在冰冷的地板上，薄薄的一层根本隔绝不了寒气。我哄着已经困到睁不开眼的儿子躺下。妈妈，我们为什么睡在地上呀？我的心在那一刻被这句话刺得千疮百孔。我摸着他冰凉的小脸，用尽全身力气，才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足够温柔。宝宝乖，有妈妈在，哪里都是最温暖的床。夜里10点，晚饭的残局还摆在桌上，没一个人动手收拾。他们一家人早就各自回房，享受温暖的被窝了。客厅的灯惨白地亮着，照着我和儿子这方小小的地铺。我抱着儿子，坐在冰冷的地铺上一动不动，怀里的小宝睡得并不安稳，身体偶尔会因为寒冷而轻轻抽动。我看着主卧和次卧紧闭的房门，门缝里透出黑暗，像2只沉默的巨兽，吞噬着这个家所有的温情。突然我笑了，那笑容里有压抑许久的释放，也有斩断一切的决绝。我拿出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了我的脸，我没有哭，也没有闹，我只是打开了地图软件，开始搜索附近最好的酒店。凌晨2点，整个屋子都陷入了死寂，只有墙上老旧的挂钟在滴答作响，像是在为我倒数。我确认所有人都已沉睡，主卧里甚至传出了大姑子周玉茹那富有节奏感的鼾声。我轻轻起身，动作轻微的像一只猫。我开始收拾东西，带来的年货礼物，那些都是我精心挑选，花了不少心思和金钱的东西。我一件没动，他们就堆在墙角，像一个沉默的笑话。我只拿走了我和小宝的衣物、洗漱用品以及我的手提包，然后我走到地铺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抱起熟睡的儿子。他的小脸在清冷的月光下显得有些发白，嘴唇微微嘟着，睡得很沉。我心疼地将自己的羽绒服裹在他身上，把他的小脑袋护在怀里，在心里默默地说对不起，宝宝，妈妈不该让你来受这个委屈，从今以后不会了。我抱着他，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木地板上，地板吱呀一声轻响，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我屏住呼吸，身体僵住，侧耳倾听，主卧的鼾声依旧平稳，那么安稳，那么理所当然。我的嘴角勾起一点冷讽。经过次卧室，里面传来小叔子翻身的声响，我立刻停住脚步，像一尊雕塑，等了几秒，确认他没有醒，才继续向前。燕哲要找工作，需要休息好。婆婆的话又在耳边回响，我不屑地撇了撇嘴，一个25岁，心安理得在家啃老2年的成年巨婴，需要休息好，去梦里找工作吗？婆婆的房门虚掩着一条缝，我鬼使神差地停下脚步，从门缝里望进去。她睡在温暖厚实的被窝里，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插着吸管的保温杯，旁边还有一盘切好的水果，真是体贴入微的自我照顾。而我和我3岁的儿子却要睡在灌着冷风的客厅地板上。那一刻，我心中最后一点对这个家的幻想彻底碎裂成粉末。我回到客厅，从包里拿出纸笔，我想了想，最终只写下一句话：妈，我和小宝去住酒店了，孩子身体弱，怕感冒，你好好过年。电话联系，没有抱怨，没有指责，客气又疏离，像写给一个不相干的人。我把纸条压在客厅的茶几上，随手拿了个橘子压住。做完这一切，我最后环视了一眼这个所谓的家，空气里残留着晚饭的油烟味，混合着一点陈旧的气息。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是去年拍的，周寿人、婆婆、公公、大姑子一家，小叔子笑得灿烂。那张照片里没有我，我早就该清醒了。打开大门的瞬间，一股冰冷的夜风猛地灌了进来，怀里的小宝不安地动了动，发出细微的呓语。我收紧手臂，温柔地拍着他的背，嘴唇贴在他的耳边，轻声说：宝宝别怕，妈妈带你去住更舒服的地方。这句话既是说给他听，也是说给我自己听。凌晨3点的县城，街道空无一人，寂静的可怕。昏黄的路灯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邻居家的狗突然叫了2声，我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几乎是小跑着冲向停在路边的车。我没有回头，
一步也没有。发动汽车，打开暖风，看着导航屏幕上亮起的路线，我嘴角的弧度终于彻底上扬，带着一种挣脱枷锁的释然，摇下车窗，凛冽的冷空气涌入，却让我感觉胸口那股积压了一整晚的憋闷消散了许多。10分钟后，车子停在了一家灯火通明的酒店门口，凯悦酒店，全县城唯一一家挂牌的5星级酒店。大堂温暖如春，水晶吊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穿着得体制服的前台小姐看到我抱着孩子，立刻微笑着迎了上来。女士您好，欢迎入住，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亲子房，房间的暖气和加湿器都已经提前打开了。这句话，这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体贴，让我的眼眶瞬间发热，这才是人应得的待遇。进入房间，一股暖意融融的气息将我和小宝包裹。房间宽敞明亮，一张铺着洁白床单的大床，松软的让人想立刻躺上去。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桌上摆放着欢迎水果，床边还有一双可爱的儿童拖鞋和一个小熊玩偶。我轻轻地把儿子放在柔软的大床上，或许是感受到了温暖和舒适，他一直紧蹙的小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笑了。发自内心的轻松的笑了。我脱掉身上冰冷的衣物，走进浴室，给自己放了一缸热水，温暖的水流包裹着我的身体，融化了我心中积压的寒冰。洗完澡，我给小宝也擦了擦身体，换上干净的睡衣，躺在柔软的不可思议的大床上。我给周寿人发了一条信息，我和小宝住酒店了，别担心。然后我果断地关掉了手机，搂着身边呼吸均匀的儿子，我几乎在沾到枕头的瞬间就沉沉睡去。对于即将到来的那场风暴，管他呢。第二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早上7点，生物钟准时让婆婆王桂花睁开了眼。她习惯性的掀开被子下床，准备去厨房做早饭，顺便叫醒那个应该在客厅打地铺的儿媳妇起来帮忙。她睡眼惺忪地看向客厅，却愣住了。地铺是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墙角，仿佛从未有人睡过。她以为我起早了，或许在卫生间，或许在厨房。厨房里冷锅冷灶，没有一点烟火气。卫生间的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王桂花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她在客厅里转了一圈，目光最终落在了茶几上那个被橘子压着的白色纸条上，拿起纸条凑到眼前，上面写着：妈，我和小宝去住酒店了。看完纸条，王桂花的脸色瞬间变了，睡意全无，她几乎是冲刺着奔向了周寿人的房间，门被她拍得砰砰作响。你快起来，你媳妇跑了。周寿人在梦中被惊醒，迷迷糊糊地坐起来。妈，大清早的怎么了？你媳妇她带着我孙子跑了。王桂花的声音尖利的刺耳，周寿人一个机灵，彻底清醒了。他猛地抓起枕边的手机，屏幕一亮，就看到了我凌晨3点发来的那条信息。他的心咯噔一下沉到了谷底，他知道我这次是真的生气了。昨晚他看着我默不作声地铺，看着小宝蜷缩在薄薄的被子里，他心里不是没有过挣扎，但他不敢违抗母亲那不容置喙的安排。他立刻拨打我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冰冷的关机提示音，一遍又一遍，他慌了。这个沈之薇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大年初一就离家出走，她是想让咱们老周家在村里丢死人了。婆婆在旁边气得直拍大腿，完全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我身上。她的逻辑里，家的面子永远比儿媳妇的委屈重要。主卧的门开了，大姑子周玉茹打着哈欠走出来，一脸没睡醒的样子。她听了2句，又看到了茶几上的纸条，嘴角立刻噙起一点冷笑。优嫂子这脾气还真不小，不就是睡个地铺吗？多大点事，至于闹成这样？现在城里来的女人就是矫情。他幸灾乐祸的语气像一把盐撒在周寿人慌乱的心上。小叔子周彦哲也顶着一头乱发，从次卧晃了出来，凑过来看热闹。跟你这媳妇可得好好管管了，我妈就安排个住宿，她都能甩脸子走人，这以后日子还怎么过？他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让周寿人心里更堵了，但他张了张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对他还不够好吗？他哪次回来我不是大鱼大肉的伺候着？这次周玉茹和彦哲难得都回来，家里房间不够用，让他在客厅睡一晚怎么了？我年轻的时候伺候我婆婆，连地铺都没得睡，睡灶房门口呢。他开始用过去的苦难来为今天的不妥当辩护。周寿人听着这些话，胸口憋闷得厉害，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妈，这次确实是我们不对。之薇开了一天的车，小宝才3岁，客厅那么冷，窗户还漏风，孩子晚上一直在发抖。这句话像点燃了火药桶，王桂花立刻把矛头对准了他。怎么你也要胳膊肘往外拐了？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现在为了个外人来指责你妈？妈您看，我就说了吧，这才结婚几年啊，我哥就被嫂子拿捏得死死的了。嫂子这哪是委屈，这分明是故意摆脸色给您看呢，想让咱们全家人都得围着他转。
这番挑拨让王桂花更加坚信自己没有做错。周寿人被他们娘俩一唱一和的攻击，刚刚鼓起的一点勇气瞬间烟消云散，颓然地坐回床上，看着手机里我发的那句别担心，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我平时有多温柔体贴，也知道能把我逼到半夜带着孩子出走，一定是伤透了心。可面对强势的母亲和煽风点火的姐姐，他懦弱的本性让他再次选择了沉默。最终，王桂花为这场早晨的闹剧拍了板。不用管他，看他能有多大能耐，让他在外面住着。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能撑几天？等她把钱花光了，自然就会哭着回来的。我就不信她还能在外面过年不成，到时候她自己会回来低头道歉的。他笃定的以为我还是那个可以任由他拿捏的，离了他们家就活不下去的软柿子。他永远不会知道，我最不缺的就是钱和离开的底气。早上9点，我在一室的温暖和煦中自然醒来，阳光透过5星级酒店宽大的落地窗，毫不吝啬地洒在柔软的羽绒被上。我伸了一个近乎奢侈的懒腰，感觉身体里每一个关节都舒展开了。这是我近2年来睡得最安稳、最舒服的一觉。身边的小宝也醒了，他揉着眼睛坐起来，看到这个陌生的漂亮的大房间，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他的目光被窗外开阔的城市风景和房间里那个可爱的小熊玩偶吸引了。妈妈，这是哪里呀？好漂亮！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小脸上洋溢着在家时从未有过的兴奋。这是妈妈送给宝宝的新年礼物，喜欢吗？喜欢。他用力的点头。我带着他去酒店1楼的自助餐厅吃早餐，餐厅里人不多，环境优雅，悠扬的音乐在耳边流淌。长长的餐台上摆满了各种精致的中西式点心，新鲜的水果，冒着热气的粥品和现磨的咖啡。小宝的眼睛都看直了，小嘴张成了 O 型。我给他拿了他最爱吃的小笼包、黄金小馒头、草莓蛋糕和热牛奶，我自己则要了一份班尼迪克蛋和一杯拿铁。我们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看着儿子小口小口心满意足地吃着美味的早餐，小脸上挂着开心的笑。我突然觉得这才是过年应有的样子，安逸丰盛，充满喜悦，而不是在压抑和算计中吃一顿冰冷的充满委屈的饭。我能想象到此刻婆家的情形，大概已经发现我离开了，乱成了一锅粥吧。我也能清晰地猜到婆婆会说出怎样难听的话，大姑子会如何煽风点火。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在意了。这4年的婚姻，我忍让了太多，退让了太多，换来的却是得寸进尺和理所当然。我的忍耐不是他们可以肆无忌惮挥霍的资本。妈妈，我们不和爸爸奶奶一起过年吗？儿子吃着蛋糕，忽然抬起头问我。我放下手中的刀叉，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摸了摸他的头。宝宝，妈妈问你，如果有人对你不好，让你不舒服，让你睡在冰冷的地板上，你还要和他们在一起吗？不要。小宝想了想，用力地摇了摇头。那我和妈妈在一起。他清澈的眼睛里是毫不犹豫的选择，我的心瞬间被一股暖流注满，既欣慰又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吃完早餐，我带儿子去了酒店专设的儿童游乐区，滑梯、海洋球池、积木城堡，小宝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里面尽情地奔跑欢笑，他的笑声清脆响亮，比过去1年在婆家笑的次数加起来都多。我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这才打开了手机，信号恢复的瞬间，几十条微信和10几个未接来电的提醒疯狂地涌了进来，无一例外，全部来自周寿人。我面无表情的一条条翻看信息的内容，从最开始的你在哪，到快接电话，到别生气了，快回来吧，再到妈也是为了照顾姐姐和弟弟，你就体谅一下，最后变成了你快回来吧，大家都等着你吃年夜饭呢。语气从命令到焦急，再到不情不愿的解释和最后的祈求，真是可笑。他到现在还没明白问题的核心在哪里，他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闹脾气。我没有回复任何一条信息，我只是从相册里挑了一张刚刚抓拍的照片，照片里小宝正从滑梯上滑下来，脸上是灿烂到毫无阴霾的笑容，背景是游乐区里色彩斑斓的设施。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了周寿人，然后配上了一句轻描淡写的文字：小宝很开心，我们很好，你们好好过年。我的语气客气疏离，像在回复一个普通的同事。发完照片，我再次关掉了手机，我不想让那些人的任何信息影响我和儿子此刻珍贵的好心情。我决定了，这个年我就带着儿子在县城好好玩。县城虽小，但公园、游乐场、新开的电影院足够我们母子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中午我带儿子去了大众点评上评分最高的餐厅，点了小宝最爱吃的糖醋里脊、松鼠桂鱼，也给自己点了一份水煮肉片，痛快的吃一顿了。新年快乐，宝贝！新年快乐，妈妈！我举起手中的果汁杯，对着儿子说。儿子也学着我的样子，开心地用他的小杯子和我碰了一下。这一刻的幸福真实而温暖。吃饭的时候，我接到了大学室友的视频电话，室友看到我居然不在婆家，而是在外面环境这么好的餐厅吃饭，惊讶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轻描淡写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他们家也太过分了吧！
把你当什么了？免费保姆加受气包，志威，我支持你，干得漂亮！有骨气的女人就该这样。朋友毫无保留的支持像一剂强心针，让我更加确信我的选择没有错。我不是在闹脾气，我是在捍卫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最基本的尊严。除夕中午，按照周寿人家乡的习俗，这顿才算是真正的年夜饭。饭桌上，王桂花准备了满满一桌子菜，鸡鸭鱼肉俱全，但整个饭桌的气氛却压抑得像结了冰。王桂花从早上起就一直黑着脸，此刻更是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发出刺耳的声响。周玉茹夹了一块最大的鸡腿，放进自己儿子的碗里，嘴上却假惺惺地叹着气。哎呀，嫂子和小宝不在，这年夜饭吃起来都感觉没意思了。一边说着，一边又把一筷子红烧肉塞进自己嘴里，吃得满嘴流油。周寿人坐在那里，味同嚼蜡，他的手机就放在手边的位置，时不时就拿起来看一眼，期待着能有新的消息。当他看到我发来的那张照片时，他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照片里，儿子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无忧无虑。他想起来小宝在家里的时候，总是很拘谨，很胆小，很少有这样放肆大笑的时刻。一种浓浓的愧疚感包裹了他。小叔子周彦哲却没心没肺地啃着排骨，含糊不清地对他哥说：“哥，我看嫂子就是跟你闹脾气呢。女人嘛，不能太惯着，你得镇住她，不能让她爬到你头上去。”周寿人皱起了眉，他第一次觉得弟弟这话听起来是那么刺耳，那么不对劲，但他又说不清楚哪里不对。寿人呀，下午你就去找，把沈之薇给我叫回来，别让她在外面继续丢人现眼了。大过年的离家出走，让亲戚邻居们知道了，我们家的脸往哪搁？婆婆终于忍不住了，她放下筷子，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她关心的从始至终只有她的面子。”周寿人犹豫了片刻，终于鼓起勇气，尝试着商量：“妈，要不您给志威打个电话，说两句软话。他其实脾气挺好的，就是昨天那事确实是委屈他了。”这句话仿佛踩了王桂花的尾巴，立刻瞪圆了眼睛，声音拔高了8度：“我委屈他什么了？我让他饿着了，还是让他冻着了？他嫁到我们家，我就得把他当祖宗供起来吗？让我给他道歉，他配吗？”妈，您看我就说了吧，嫂子这人心眼多着呢，平时看着温温柔柔的，其实心里都记着仇。这次要是不让她长点记性，以后这个家还不是她说了算。他的每一句话都精准地戳在王桂花最在意的那个点上，在这个家里的绝对权威。周寿人听着这些颠倒黑白的话，胸口的气血一阵翻涌，他终于忍不住了：“姐，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他猛地站了起来，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颤抖：“昨晚小宝睡在地上，冻得直发抖，志威抱着他坐了一夜没睡。换成你的孩子，你能睡得着吗？”这是他结婚4年来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如此旗帜鲜明地为我说话。整个饭桌瞬间安静了，王桂花和周玉茹都愣住了，显然没想到一向懦弱的周寿人会突然爆发。几秒钟后，周玉茹的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哟，这就心疼上了，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看来是我错了，嫂子这么金贵，是我们老周家高攀了，连个地铺都睡不了。”他尖酸刻薄的话彻底点燃了周寿人的怒火。“我去找他。”周寿人血气上涌，扔下这句话，抓起椅背上的外套就往外走。“不准去！”王桂花猛地一拍桌子，厉声喝道：“让他在外面自己好好反省，我倒要看看他能撑几天。”然而这一次，周寿人没有停下脚步，他甚至没有回头，他拉开门，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反了，都反了！王桂花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门口的方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姑子还在旁边喋喋不休，说周寿人是被我这个狐狸精迷了心窍，整个家乱成了一锅粥，这顿所谓的年夜饭再也吃不下去了。而此刻在几公里外的酒店房间里，我正和儿子一起通过视频和我的父母拜年：“爸妈新年好呀！”“志威，你们没在老家吗？”“没呢，寿人说县城新开了个温泉酒店，带我和小宝来体验一下，我们晚上就回去了。”我不想让他们在这大过年的为我担心。挂掉视频，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我的眼神平静而坚定。婆家的那场混乱我能想象得到，但那又如何？风暴的中心此刻风平浪静，周寿人是红着眼睛冲出家门的。可当冷风吹在他脸上时，他才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整个县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酒店宾馆也有几十家。他开着车，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县城的街道上乱转，从快捷连锁到私人宾馆，
他一家一家的进去，问：“请问有没有一位叫沈之薇的女士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入住？”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都是摇头。他的心随着每一次的碰壁，一点点往下沉，越来越慌。他不停地给我发微信、打电话，电话依旧是关机，微信消息石沉大海。他发出去的文字也从最开始的焦躁，慢慢变成了恳求。周寿人，微微你在哪啊？接电话好不好？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别生气了，妈就是那个脾气，她没有坏心的，你别往心里去，跟我回家吧。而在酒店房间里，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这些信息，又默默地关上了。不是不心软，而是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这次不能让他彻底明白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今天我所做的一切都将毫无意义。未来的日子里，只会有无数个需要打地铺的夜晚在等着我。我平静地带着儿子去了酒店的室内恒温泳池。小宝第一次在冬天游泳，兴奋得不得了，套着小小的游泳圈在水里扑腾，笑声像银铃一样。我穿着泳衣泡在温暖的水里，看着儿子开心的样子，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周寿人找了整整2个小时，他把车停在路边，几乎要绝望了，趴在方向盘上。这4年的婚姻生活像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一幕幕闪过。沈之薇一直那么好，温柔体贴，工作能力强，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他的父母也算得上孝顺。而他自己呢？他永远在扮演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和稀泥。他以为那是维系家庭和睦的智慧，现在才明白，那叫懦弱，叫不作为，叫纵容。是他一次次的退让和算了，才让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才让他的家人觉得欺负我是没有任何成本的，后悔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叮的响了一声，他几乎是立刻抓了起来，是我发来的一个简单的酒店定位。他瞬间像是被注入了强心剂，立刻发动车子，按照导航的指示疾驰而去。他的心中既紧张又抱着一点微弱的希望。在凯悦酒店金碧辉煌的大堂里，周寿人看到了我。我刚带着小宝从泳池上来，身上穿着酒店提供的浴袍，头发还带着湿气，正微笑着和儿子说着什么。小宝的脸蛋红扑扑的，一脸的开心和满足。那一刻，周寿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他觉得自己和我们仿佛是2个世界的人。他穿着皱巴巴的外套，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满脸的疲惫和狼狈，而我和儿子却那么的干净，那么的惬意，那么的不属于他。一股强烈的自惭形秽让他几乎想要转身逃跑。我看到了他，我让小宝先回房间看动画片，自己则带着周寿人去了大堂的咖啡厅。我给他点了一杯热咖啡，自己只要了一杯白水。我的语气很平静，平静的没有一点波澜。为什么要出来找我？在家陪你妈，陪你姐，陪你弟，不是挺好的吗？一家人整整齐齐。我的话像一把软刀子，带着不加掩饰的讽刺。周寿人低着头，双手捧着咖啡杯，却一口没喝。良久，他用一种近乎哽咽的声音说：“之薇，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没用，我不该让你和孩子受这个委屈。”这是他第一次如此郑重、如此诚恳地向我道歉。我看着他通红的眼圈，心里不是没有触动。你的道歉我收到了，但是周寿人，我不会回去，除非妈亲自向我道歉，并且保证以后尊重我们这个小家，尊重我，也尊重你的儿子。我提出了我的条件，清晰明确，不容讨价还价。周寿人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之薇，你也知道我妈那个脾气，让她道歉，那比登天还难。难就不做了吗？周寿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我们2个人的事。如果你觉得难，如果你处理不了，那没关系，我们就在这里过完年，然后各自回城。之后，我们都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未来。未来这2个字，我咬得特别重，它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周寿人的心上。他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从我平静的脸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决绝。他意识到我不是在开玩笑。这一次，如果他再退缩，再和稀泥，他可能会永远的失去我，失去儿子，失去这个家。他看着我坚定的眼神，知道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放在桌上的手慢慢攥成了拳头。他咬了咬牙，像是下定了某种巨大的决心。好。他站起身，看着我。我回去跟我妈谈，你和孩子在这里等我。说完，他转身就走，背影带着一点仓皇，但也透出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悲壮和决心。周寿人回到家时，迎接他的是一世的冰冷和3张阴沉的脸。他深吸一口气，把心一横，将我的条件原原本本的复述了一遍。让我给他道歉，他算个什么东西？我是他婆婆，是他长辈，他大过年的跑出去住酒店，让我丢尽了脸。我没找他算账就不错了，他还敢让我给他道歉？做梦！王桂花当场就炸了，声音尖利的能划破玻璃。这一次，周寿人没有退缩，他直视着自己的母亲，态度异常坚定。妈，这次就是我们不对，您要是不道歉，之薇是绝对不会回来的。他甚至跟我提了，要考虑我们的未来。
他把离婚2个字换成了一个相对委婉的说法，但未来这2个字还是像一颗炸雷，让王桂花愣住了。她可以不在乎儿媳妇，但不能不在乎孙子，更不能接受儿子家破人亡。可她嘴上依旧强硬，不肯落了下风。考虑就考虑，离就离。我儿子堂堂公务员，工作稳定，还怕找不到老婆？话说的硬气，但微微颤抖的嘴唇暴露了她内心的慌乱。眼看周寿仁态度坚决，婆婆这边又有些动摇，一直没说话的周玉茹坐不住了，她眼珠一转，主动请缨：“妈，您别生气，跟哥也别吵，不就是劝嫂子回来吗？我这个做大姑子的亲自去请她，给她个台阶下，她总不能不给我面子吧？”她心里盘算着，由她出马，正好可以代替母亲，狠狠地教训沈之薇一顿，让她知道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你去。我去，保证把他和孩子都给您劝回来。周玉茹拍着胸脯保证。王桂花觉得这也是个办法，便同意了。周寿仁想拦，却被他妈一个眼色瞪了回去。周玉茹从弟弟那里问到了酒店的名字，得意洋洋地换上衣服，气势汹汹地就杀了过去。他以为这是一场手到擒来的评判。到了酒店，周玉茹连门都没进，直接在前台就大声嚷嚷起来：“找沈之薇，让他出来见我。请问您有预约吗？或者您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大姑子，他拐了我侄子躲在这里，你们赶紧把他给我叫出来。”她这番话声音极大，还夹杂着不孝顺婆婆、城里女人就是心眼多之类的指责，引得大堂里为数不多的客人都纷纷侧目。前台小姐出于对客人隐私的保护，微笑着拒绝了她。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周玉茹当场就在大堂里撒起泼来，拍着前台的桌子大骂酒店包庇坏女人。酒店的保安立刻出面制止，场面一度非常难看。而这一切都被房间里的我通过前台打来的内部电话听得一清二楚。我没有出面，跟一个撒泼的疯子没有对峙的必要，那只会拉低我自己的格调。我只是平静地给酒店的大堂经理打了个电话，为他们遇到的麻烦表示歉意，并简单说明了情况。几分钟后，穿着西装、彬彬有礼的大堂经理出现在大堂，他用一种礼貌而强硬的口吻告知周玉茹，他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酒店的正常运营和其他客人的体验，如果他再继续骚扰，酒店将选择报警处理。周玉茹被这阵仗吓住了，最终他在2名保安礼送下，被请出了酒店金碧辉煌的大门，狼狈的样子像一只斗败的公鸡，灰头土脸的回到家。周玉茹立刻扑到王桂花面前，添油加醋，颠倒黑白的哭诉起来：“妈，沈之薇太嚣张了，他根本不见我，还指使酒店的人欺负我，侮辱我。”王桂花听得火冒三丈，觉得沈之薇这不只是不给她面子，简直是把她的脸放在地上踩。而另一边，周寿仁也接到了酒店经理打来的电话，经理的语气非常客气，只是对他姐姐的行为表示了遗憾，并善意提醒，希望家事能够私下解决，不要影响到公共场合。周寿仁拿着电话，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他从未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家人的无理和粗鄙，也从未如此深刻地体会到我和他们之间的云泥之别。他看着眼前哭天抢地的姐姐和暴跳如雷的母亲，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羞耻，这种羞耻感像一把火，烧尽了他最后一丝犹豫和幻想。他站起身，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妈，姐，你们别闹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条件，那我就搬出去住，我不会再让之薇和小宝受一点委屈。”这句话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客厅里炸开了锅。王桂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指着周寿仁的手指都在发抖。你说什么？你要搬出去？为了一个女人，你要抛弃你的亲妈？妈，我不是抛弃你，我只是想守护我的妻子和儿子，这是我的责任。如果您不能尊重他们，那我只能选择离开。他的态度前所未有的强硬，这让一向强势的王桂花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应对。他习惯了儿子的顺从，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为了一个外人而反抗自己。整个下午，家里都笼罩在一种诡异的沉默中。周玉茹见弟弟这次是动了真格的，也不敢在火上浇油，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看这场母子对峙到底谁会赢。而此刻在酒店的我，并不知道婆家发生了什么。我正带着小宝在房间里拼乐高，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手机响了，是周寿仁打来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也很平静。之薇，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妈她暂时还不能接受道歉，但我已经跟她谈清楚了。从今以后，我们这个小家的事由我们自己做主，她不能再干涉，我也不会再让她欺负你和小宝。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接你们回家，一起吃顿晚饭。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我知道这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极限，让他母亲低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他至少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学会捍卫我们的小家庭。好，晚上6点，我们在楼下餐厅等你。
挂掉电话，我看向窗外，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半边天。我知道这场仗还没有完全打赢，但至少我已经为自己和孩子争来了一个平等对话的位置。傍晚，周寿人准时出现在酒店楼下，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看到我和小宝下来，他立刻迎了上来，蹲下身把小宝抱起来，在儿子脸上亲了一口。宝宝，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小宝有些怯生生地看着他，但还是点了点头。一家三口走进餐厅，点了几个家常菜。吃饭的时候，周寿人一直给小宝夹菜，又给我盛汤，他的动作笨拙，却充满了小心翼翼的讨好。我没有拒绝，也没有热情，只是平静地接受。吃完饭，周寿人没有急着带我们回去，而是提议去县城的公园散散步。冬日的夜晚，公园里没什么人，只有昏黄的路灯照亮脚下的路。我们一家三口慢慢地走着，谁都没有说话，但气氛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融洽。走到一处长椅前，我们坐了下来。周寿人看着远处的灯火，忽然开口：以前是我太懦弱了，总想着息事宁人，结果却害你受了那么多委屈。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面对风雨了，我会站在你这边。我侧头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有愧疚，有决心，也有我从未见过的坚定。我知道他这次是真的醒了。或许改变一个根深蒂固的家庭很难，但只要他愿意和我站在一起，我们就有了对抗一切的勇气。我轻轻地点了点头，相信你。回到婆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王桂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脸色依旧不好看，但没再吵闹。周玉如和周彦哲已经回房了，看到我们进来，王桂花只是冷哼了一声，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虽然她没有道歉，但至少没有再为难我们，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周寿人把我和小宝安排在了次卧，那是原本属于他弟弟周彦哲的房间。周彦哲对此颇有微词，但在周寿人强硬的态度下，也只能悻悻地搬到客厅打地铺。这一夜，我和小宝终于睡在了温暖柔软的床上。第二天大年初2，按照习俗是回娘家的日子，周寿人主动提出要陪我一起回去。我要好好跟我爸妈道个歉，解释清楚这次的事情。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一次的春节虽然开局糟糕，但结局却出乎意料的圆满。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己丢失已久的底气，也看清了婚姻里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一味的忍让和妥协，而是彼此的尊重和共同成长。车子驶离县城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个曾经让我感到窒息的家，阳光正好照在屋顶上，反射出一片温暖的光晕。我知道未来的路或许还会有波折，但只要我和周寿人能始终站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小宝在后座睡着了，嘴角还带着甜甜的笑容。我握紧了周寿人的手，轻声说：我们回家吧。车子平稳地驶上高速，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小宝熟睡的脸庞上。周寿人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始终没有松开我的手，他的掌心温热而坚定，像是在无声地承诺着什么。回程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提婆家的事，只是偶尔聊聊小宝的趣事，或是计划着开春后带他去动物园，气氛轻松的仿佛之前的阴霾从未存在过。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彻底改变了。到家后，爸妈看到我们平安归来，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周寿人一进门就郑重地向二老鞠了一躬，诚恳地道歉：爸妈，这次是我们家做的不对，让知微受委屈了。我爸没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妈则红着眼圈拉着我的手，反复确认我没事。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着热腾腾的饺子，电视里放着春晚重播。小宝坐在儿童椅上，咿咿呀呀地学着唱歌。这一刻的温馨和踏实，让我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接下来的日子，周寿人果然说到做到，他开始有意识地和原生家庭划清界限，每周只固定打1次电话，逢年过节也只给红包，不再轻易回去。婆婆起初还闹过几次，但在周寿人的坚持下，渐渐也消停了。更让我意外的是，大姑子周玉如后来居然主动加了我的微信，语气客气的不像同一个人。嫂子，之前是我不懂事，希望嫂子别往心里去。我淡淡的回了个没有多聊。有些裂痕一旦产生，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半年后，公司外派我去南方总部的机会来了，原本还在犹豫要不要去，周寿人却第一个支持我。你有本事就该去闯，家里有我，小宝也该有个更独立坚强的妈妈做榜样。临行前一晚，我整理行李的时候，发现箱子里多了一张纸条，是周寿人的字迹，上面写着：这一次换我等你回家。我笑了笑，把纸条夹进日记本里，关上了箱子。飞机起飞时，我望着窗外的云层，想起那个除夕夜独自抱着孩子离开的背影。那时的我满心委屈和不甘，而现在的我眼里只有对未来的期待。人生很长，婚姻不是终点，而是两个人互相成就的旅程。我很庆幸，在差点迷失自己的时候，及时找回了方向，